男人醒来发现一件可怕的事，原本已经死了7天的他，竟然莫名的出现在山洞中。这是哪？我不是在河边钓鱼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伴随着一阵头痛，一股如洪水般的记忆不断朝他脑海袭来。原来男人钓鱼时误触高压线，原地升天，灵魂意外穿越到60年代和自己同名同姓的男孩身上。原主家住在49城周边的杨家村，为了给家里多找点吃的，跑到山上来挖野菜，因误食了一种不知名的物，结果把自己给吃死了。哎，你说穿就穿吧，就不能穿得好一点？比如什么富二代炮灰之类的，也不是不能接受啊。至少吃穿不潮。可是现在这肚子传来的饥饿感，已然让17无力再说任何话。突然，17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。按照前世看小说的经验，穿越者怎么也得有个系统才对啊！再不济来个灵泉空间，让我把灵泉水喝饱也行啊！系统，你在吗？嗨，系统爸爸在不在啊？你的亲宝贝要饿死了呢！恭喜宿主口令正确，最强商城系统已启动。鉴于宿主首次开启系统，发送新手大礼包，请宿主查收。系统功能请宿主自行探索。果然网文诚不欺我，真的有系统。既然是商城系统，那就肯定有吃的，先把吃的找到再说。17赶忙打开系统，经过不断下滑，终于找到了面包，却发现购买东西需要系统币，可左上角显示的系统币为0。玩我是吧？没钱我买什么吃的？对了，我还有新手大礼包。17找到大礼包，果断将其打开。恭喜宿主获得洗精法水丹1颗，系统币100。17无暇顾及其他，立马购买了2个面包1瓶水。吃饱喝足后，17才开始研究起系统来。目前只解锁了1级商城，售卖的商品都是一些粮食。想要解锁更高级的商城物品，则是需要花费系统币解锁。至于系统币怎么获得，17也是一头雾水。系统爸爸你在吗？这个系统币需要怎么获得？宿主请注意，系统的功能需要宿主自行探索，无重要事宜请勿打扰本系统。我靠，不是吧？我要是能想得到还用问你？你起码给个任务啊！17看着手中的洗精法水丹，正考虑要不要现在就吃下去的时候，四姐愤怒声音就传入他的耳朵：17，你在哪儿？17，听得到吗？四姐，我在这。你怎么在这呀？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好久？我刚才看到这边野菜多，就挖了远了些。检测到野生鸡葱，1件200系统币美金，是否回收？原来系统币是这样搞的，不过现在还不能回收，要是在四姐的眼皮子下回收，不得把她吓死。四姐，这蘑菇是鸡葱？被你发现了，我刚才在那边发现好大一片鸡枞。四姐你好厉害啊！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我们回家吧，不然爸妈他们一会该等急了。说的也对，我们是该回去了。四姐走在前面，趁她注意力都放在脚下山路的时候，17心中默念：回收。恭喜宿主回收成功，获得3000系统币。3000系统币，也就是2.5斤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杨立东突然感觉手中的篮子轻了不少，低头一看，发现刚才的鸡枞已然不见了踪影。我鸡枞呢？我鸡枞哪儿去了？不会吧？我刚才明明都看到你放在篮子里，用野菜盖着呀。对呀，我明明是放在篮子里的呀，怎么会不见呢？17，你刚才跟在我身后，有没有看到鸡枞掉出来？没有啊。或许是因为太过焦急，杨立东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。17知道自己如果不拿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四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四姐，你说会不会是山神干的？山神？没错，我听三爷爷说过，这座山里住着一位山神，会保护这座山的一些动物和植物。如果贸然拿取，山神是会收回去的。真的假的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17看四姐的样子，显然是相信了自己的谎言。不好意思，山神大人，我不是故意拿你鸡枞的，还请山神大人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马。四姐，既然山神大人只拿走了鸡枞，就代表不追责我们。当务之急是赶快离开这个地方，而且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以免扰了山神大人的安宁。晚饭是野菜糊糊，如今农村大部分地区都是吃的这个。17喝了一口，顿时皱起眉头来，也不是知道是野菜的原因还是盐的原因，喝起来有点微微发苦。怎么了？今天怎么喝一口就不喝了？没什么，可能今天下山的时候跑得太急了，导致现在没什么胃口。四姐，要不你帮我喝一点吧，我喝不完。我帮你喝。杨立东显然有些犹豫，他有些害怕地看了奶奶一眼。没事，奶奶不会说什么。17直接将一大半都倒在了四姐碗里。这一幕自然落在2姐杨丽夏和3姐杨丽秋，以及小叔的2个女儿杨招娣和杨盼娣眼中。不过他们都没说什么，因为即便告诉奶奶，奶奶也不会对17怎么样，反而还会引来一阵责骂。吃完饭后，2姐将17拉到房间，把窝窝头塞到他手里。你刚才就吃了一点，全都倒给东儿了，肯定没吃饱，把这个吃了。2姐，还是你吃吧，我不饿。赶快吃。杨丽夏的语气变得强硬了不少，17只好乖乖地坐在炕上吃了起来，一边吃一边双眼无神地望着地面。发现雍正通宝宝男局，1万系统币1枚，是否回收？是不是噎住了？2姐去帮你打些水。
好的，二姐，麻烦你帮我稍微弄干净一点的水。二姐出门打水，17赶忙朝位置探去，弹出系统的位置是地面的泥土，但显示的却是雍正铜龙。于是17赶忙往下挖，结果还真挖到一枚铜钱。17立刻确定回收，手中的铜钱瞬间消失，系统也传来获得1万系统币的提示。应该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东西才能被回收，而回收的价格大概率是按照自己穿越时的年份来计算的。晚上，姐弟4人躺在同一张炕上，17此时正逛着系统，现在只要购买价值1万的粮食，就能解锁2级商店了。于是17将当前商城里的所有东西都购买了一些。系统背包的时间是静止的，所以即便购买土豆、红薯也不会担心坏掉。恭喜宿主解锁2级商城，系统背包转变为系统空间，即使非商场购买的物品也能存放在系统空间之中。第二天一早，二姐和3姐很早就跟着父母去上工。17今天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，那就是把之前系统赠送的丹药吃了。不过看介绍说吃下去会排出体内的杂质，周围变得很臭，所以17准备找个没人又有水的地方服用。男人从葫芦里面倒出一颗丹丸，正准备吞下之时，却惊奇地发现丹丸上多出一条丹纹。难道这丹药升级了？管他呢！丹药吃下的瞬间，17就感到一股难以忍受的燥热直冲腹部，随即便纵身跳进河里。此刻17能清晰地感觉到肠胃开始疯狂蠕动，紧接着一股气体便从内而外开始排放而出，身体的表皮也不断涌出灰黑色的污垢。原来男人是一名穿越者，并且获得最强商城辅助系统，还通过新手大礼包抽取一枚极品洗精法水丹，这才跑到人烟稀少的野外来服用丹药。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找了个没人又有水的地方，这也太臭了吧！自己现在完全就是活生生的生化武器。17赶忙将整个身子浸泡在水里，直到将污垢都洗干净后，才重新回到岸上。此时的17还不知道，经过洗精法水丹的洗礼，他的容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。突然肚子猛地传来一阵饥饿感，有种吃不到东西就要晕过去的感觉。17赶忙从系统背包里取出2个面包吃了起来。吃完以后，饥饿感依旧没有消退，直到吃了足足10个，才逐渐缓了过来。当17转身看向河面时，突然发现河面上竟然漂浮着许多的鱼。难道是我身体排出来的污垢把鱼给熏翻了？呵呵，没想到洗个澡居然还有收获。17朝着最大的那条鱼跳去，可没想到就这么轻轻一跳，直接跳到了河对岸。乖乖，这3米宽的大河我居然直接跳了过来，这洗精法水丹这么猛的吗？随后17赶忙下河，用系统将大一点的鱼全都收进空间内，大大小小加起来有30多条，重量的话起码有90多斤。17自从吃了丹药后，就感觉步伐特别轻盈，这么远的距离跑回家，丝毫没有疲惫之感。此时奶奶正在院子里喂鸡，当看到她的时候，立刻摸向旁边的棍子。你是谁？奶奶，我是17啊，怎么我出去一趟您不认识我了？大孙子，你咋出去一趟变成这样了？或许是我刚才抓鱼的时候，顺便洗了个澡的原因，把身上的泥沟全都搓干净了。除了这个说法，17也想不到其他合理的解释。奶奶本来就对17偏爱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倒也觉得合情合理，转而才将注意力放到地上的鱼。哎呀，我的大孙子呀，你怎么去下河抓鱼了？万一溺水了怎么办？到时候你让奶奶怎么活呀？好了，奶奶，我不是没事吗？以后保证不这样了。对了，奶奶，我看不是马上中午了吗？要不待会就把这2条鱼做了，咱们中午好好吃一顿，补充营养。行，奶奶给你做，中午咱们好好开荤。对了，奶奶，我之前抓鱼的时候发现有个塘子里有不少鱼，我准备下午抓些拿到城里，看看能不能换东西。安不安全呀？咱们可千万不能做危险的事，奶奶可就你这一个大孙子。奶奶您放心，绝对安全，我心里有数。行吧，真是服了你了，我的小祖宗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17将今天抓鱼的过程告诉了众人，当然自身的变化也用之前的理由搪塞了过去。奶奶自作主张将鱼肚那部分分到17碗里。这是我大孙子抓的鱼，你们吃了必须要记得他的好。小婶则是满脸不悦地看了17一眼，转头就被盆里的鱼所吸引。吃完午饭，父母等人再次去田里上工，17也背着一个背篓佯装去捉鱼，实则往4、9城鸽子市走去。小兄弟，你这鱼怎么换的？只换钱和票。我这里有8斤粮票，换你1条3斤的鱼怎么样？可以，大家先别急，都有，一个一个来。经过一阵忙活，90多斤的鱼都卖完了，最后收获了一大堆票证和20多块钱。同志，你还有鱼吗？鱼暂时没有，粮食要不要？你有粮食，先跟我走。男子赶忙把17带到一个偏僻的角落。小兄弟，我是这附近有名的票贩子，他们都叫我吴老二。我姓杨。原来是杨老弟。杨老弟，你说你手里有粮食多吗？还行，主要是看你想要什么粮食，我这边都有一些。面粉、大米有吗？17就这么定定看着吴老二没有说话。吴老二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太过激动了。杨老弟，刚才是哥哥心急了，你看看你需要些什么，钱还是票？先看看票吧，这年头票比钱管用。17说完，吴老二从腰包里拿出一沓票。杨老弟，我这里什么票都有，不管是甲乙丙级的烟酒票，还是布票、工业券，甚至自行车票都有，你看看你要点什么？你算算你这里总共有多少票，跟我报个总数，我全跟你换了。全跟我换了？你确定？
确定，不过要加上刚才说的自行车票，你算完后直接说个数。最后所有票据加起来，打算向17换取大米和面粉的30斤。17一口答应，让他先在这里等一会，自己马上就回来。17重新找到一个偏僻的角落，将大米和面粉各取了50斤出来，便返回吴老二所在的位置。这里是大米和面粉各50斤，多的粮食换钱。随后吴老二把17带到附近的一个小院子，上过秤后不多不少，最后按照大米2块1斤，面粉1块1美金给17结算。大米白面各20斤，加起来刚好64块，这是钱你点点。17看也不看，直接将钱票揣进怀里，然后悄悄地放进系统空间。兄弟爽快，以后要是有什么好东西，都可以送到这里来，哥哥绝对给你高价。没问题。对了，吴哥，你这有古玩吗？我不收这个，你想要收古玩得到城西的黑市的鬼街，并且只有到了晚上，那些家伙才会把东西拿出来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多谢吴哥。通过上次的铜钱事件，17知道古玩这东西绝对可以回收，并且价格应该还不低。如果搞到一些回收，开启后面的商城不是轻轻松松吗？看来得抽个时间去城西的黑市走一趟了。就在17背着买来的生活物资准备回家时，却发现身后有3个人一直跟着自己。在闹饥荒的60年代，全村人都饿得挖草根啃树皮，唯独他家顿顿大鱼大肉。只因男人是一名穿越者，并且还获得最强商城辅助系统，只要获得足够积分，就能无限在商城刷出各种商品。就当男人背着在黑市换取的物资准备回家时，不料却被3名歹徒跟踪。17迅速钻进旁边的树林，先把东西收进系统空间，紧接着从地上捡起几颗石头，迅速爬上一棵繁茂的大树上隐蔽身形。刚好不知道如今身手如何，不妨拿着他们试试水。该死，刚才那小子怎么不见了？绝对在附近，给我找！可千万不能放过这只大肥羊。17之所以没有选择和他们正面对抗，主要是担心他们手里有枪。见3人分开以后，17用石头对准其中一个人，用力朝他丢去。其他2名同伴听到声音，赶忙过来检查情况。等距离拉近以后，17又对准其中一个男子丢出石头，这次用的力气比之前的要大上些。最后剩下那名男子意识到不对，赶忙拔出匕首，不断的后退。谁？是谁？别装神弄鬼，快给你爷爷滚出来！见对方的武器只是一把小刀，17再也没啥可担心了，直接从树上跳了下来。孙贼，是你爷爷我。原来是你小子，刚才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是又如何？爷爷给你个机会，马上把身上的钱还有吃的给我爷爷交出来，再跪到地上给爷爷磕3个响头，爷爷就放你一马。不是，你张嘴爷爷闭嘴爷爷，咋的？你就这么缺爷爷？莫非你是个大众孙？还有你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？什么事？还有你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？什么事？17指了指男子脚边昏迷不醒的同伴。正当他低头看过去的时候，17一个箭步跃到男子面前，朝他脑袋用力敲了一下。你还没等男子把话说完，就和另外2个兄弟以同样的姿势倒在了地上。我能悄无声息地解决他们，自然能轻松解决你。还有不知道反派死于话多的道理吗？随后17在几人身上翻找起来，只可惜找了半天也没翻出几毛钱来。呸！3个人身上的钱都加起来都凑不出1块，就你们还抢劫，丢人！在回到家之前，17就将东西从空间内取了出来，除了调料品以外，还取出了10斤棒子面、2斤面粉、2把挂面，以及花了20系统币购买的2斤猪肉。爷爷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大孙子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可担心死奶奶我了。听到17的声音，奶奶立刻从厨房跑了出来，连带着爷爷和4姐还有小叔的2女儿也一并来到院子。当看到一桌子的粮食还有肉时，几人都被惊得瞪大双眼。大孙子，这些东西真是你用鱼换来的？真的，我下午去开水塘，里面很多鱼，足足90多斤呢。这么多？所以去的时候都是走一会儿，歇一会儿。对了，我还买了大包子，爷爷奶奶你们快尝尝。包子刚从系统空间内拿出来不久，所以还是热的。幸好2位老人没问，不然17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4姐吃包子。杨立东看了眼手中的包子，又看了眼爷爷奶奶。我大孙子给你的，你就安心吃。不过你们吃了包子，一定要记得我大孙子的好。4姐，你就放心吃吧，我买12个，每个人都有。17，你今天去城里怎么不叫上我呀？我也可以帮你背呀。我以为没有多少鱼，一个人就够了，哪想到会有这么多。4姐你放心，下次进城我一定带你。说好了，一定要带我。对了，奶奶，你现在做饭了吗？正准备做呢。要不我们今晚吃面吧，再切点肉来做臊子，浇在面上。好，既然我大孙子想吃臊子面，咱们今晚就吃臊子面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开心的笑容，唯有小婶子摆出一副不悦的表情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开心的笑容，唯有小婶子摆出一副不悦的表情。你们都要记得，这是我大孙子用鱼给你们换来的，吃就给我好好吃，摆出一副臭脸给谁看？老幺，看好你的媳妇，少她一个，我们就能多吃一口。知道了，妈。吃完饭后，小叔立刻把小沈拉回了房间。
你到底想干嘛？吃饭的时候摆出一张臭脸给谁看啊？真能怪我吗？还不是你爸妈偏心都要偏到嗓子眼了，心里就只有他的大孙子。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啊！我大侄好不容易弄些吃的回来，你摆出那副样子，你让大家怎么看？他说自己是用鱼换回来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就算真是鱼换的，那也是公家财产。这么的，难不成你还打算告到公社去不成？小沈没有说话，显然是有这个想法。邓新梅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去告状，我爸妈能打死你。尤其是我爸，当年打仗可是杀了不少小鬼子。我承认爸妈是有点偏心，但是现在哪个家庭不偏心孙子？还不是怪你自己生不出儿子来。再说，除了我大侄，爸妈有苛待过这些孙女吗？是没给他们吃，还是没给他们喝？生不出儿子怪我？难道我不想生个儿子出来吗？我也委屈啊。哎，反正你以后别再这样了。再说我大哥一家难道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吗？你上工肚子不舒服，大嫂还来主动帮你。你要是再这样，就给我滚回娘家。你让我回娘家？杨大民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我可是为你生了2个孩子，肚子里可还有1个呢。我要是没良心，就不会私底下在爸妈面前帮你说好话了。你心里面想的那些，是真以为爸妈看不来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觉得委屈，现在就给我滚回娘家去。听到自己丈夫这样说，邓新梅非常害怕，因为这个年代被丈夫赶回娘家是一件极其丢脸的事，更是会被全村人戳脊梁骨。你要是想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就别给我想那些有的没的，反正能过过，不过拉倒。另一边，17躺在炕上暗自思考，如今吃喝倒是不怎么发愁，只是缺乏一个合理把东西拿出来的人。思考半天，唯一能想到的方法就是打猎。毕竟普通人中只有那些顶级的猎人才会不愁吃喝。我记得大姐夫家就有一杆猎枪，到时问问能不能借来用用，顺道带点吃的去看望一下大姐。男人为了合理拿出空间里的粮食，竟然想以进山打猎的方法作为掩护。毕竟在闹饥荒的60年代，只有那些顶级猎人才会不愁吃喝。我记得大姐夫家就有一杆猎枪，到时问问能不能借来用用，顺道带点吃的去看望一下大姐。第2天一早，17和家里人招呼一声，就背着背篓出门了。大姐家在隔壁村，以17的速度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就到了。刚一进门，就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正坐在堂屋门口编织草席。奶奶，舅舅来了。一想到17又来打秋风了，原本专心编织草席的王春妮脸突然垮了下来，明显有些不待见。大娘，编草席呢？你不是看见了吗？场面一时有些尴尬。好在这时，大姐杨丽春和大姐夫夏安国从房间出来。小舅子，你怎么来了？17，是不是家里没吃的了？不是，家里有吃的。说完，17将背篓放到了地上，拿开了上面的树叶。姐夫，我之前找到一个地方，那里有很多鱼，于是就拿到城里换了一些东西，想着大家都缺吃的，所以就想给你们送点过来。妈呀，咋拿这么多东西来？小舅子，你赶快把这些东西拿回去，这些东西太贵重了。大姐夫你就收下吧，家里面还有。再说我姐以前不也经常拿粮食回来，而且你看2个小家伙瘦的都快见骨头了，你就不想他们吃好点？听到17这么一说，夏安国看了眼2个小家伙，心中顿时犹豫起来。姐夫你就别推辞了，收下吧。那就谢谢17了，中午就别走了，待会把这块肉做了。对，春他弟中午就别走了，我去做饭，你先进去做吧。好的，大娘。没多久，姐夫的父亲夏大勇从外面回来，当听到老婆子说中午吃肉，而且背篓里的东西都是17带来的时候，脸上挂满了惊讶。那个春他弟，你带这么多东西来，家里就没啥意见？没有，就是因为我姐不是经常往家里带吃的，爷爷奶奶还有爸妈有些过意不去，所以就让我送些过来。对了，叔，您抽烟？17将1盒大前门直接塞到夏大勇手中。夏大勇看着手里的大前门，又看了眼17。大前门虽然只需要1毛5分钱一包，但是烟票却不好搞，一下子就给出1整包，这小子肯定是有事相求。春他弟，你拿粮食过来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你塞包烟给叔，是不是有事相求啊？嘿嘿，叔您真聪明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说说吧，你准备求我干什么？叔，那我也就不卖关子了。我记得您家里不是有把猎枪吗？我想借来上山打猎。打猎不行，上山打猎太危险了，万一中间蹦出个什么野猪出来，让你遭遇了什么不测，你老杨家知道后不得把我打死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叔，求你了，您放心，我就在外围打猎，看能不能打到野鸡野兔什么的，绝对不跑到深山里面。夏大勇看着手里的烟，又想到了背篓里的粮食，心中开始摇摆。叔，我也是想改善一下家里人的生活，你再看看2个小家伙，就是因为太久没吃肉才这么瘦，等我到时候打到野鸡野兔，一定给您送来。哎，行吧，但是记住千万别进深山，也不能用枪口指着人，要是出事了我可不管。叔你就放心吧，我拎得轻重，除了动物以外，我绝不会将枪口对准任何人。等待会吃完饭后，我再把枪给你。中午吃的是包子，王春妮担心不够，又蒸了1锅2合面馒头。
还做了一盘红烧肉。17只吃了2个馒头和几块红烧肉就没吃了，毕竟姐夫一家，尤其是2个小家伙，他们比自己更需要这些油水。吃完饭后，夏大勇从箱子里拿出一个长条的布包，看形状17就知道这里面包的是枪。这枪可要好生保管，还有这10发子弹，不管你之后打不打得到，反正子弹就这么多，要是没了，就你自己去外面花钱买。17点了点头，正当准备抱着枪回去的时候，无意间看见桌子上摆放的几枚袁大头。民国8年袁大头3000系统币，民国10年袁大头6000系统币，民国3年袁大头中原签字版15000系统币，民国3年袁大头1元7分面向签字版8万，是否回收？说你这些大洋是哪来的？都是以前的，只是后面不能用了，又舍不得丢，于是就干脆就这样放着。怎么你想要啊？想要？怎么不想要？这几枚袁大头加起来都过了10万系统币，到时候就可以解锁3级商城了。说我想要，我觉得这玩意挺好看的。这有啥好看的？反正现在又不能用，你要是喜欢就拿去呗。这怎么行？说不如这样，一枚我给你1块钱怎么样？1枚1块钱？不行不行，这大洋值不了这么多。再说我哪能要你钱啊？说反正钱就放在这里了，这几枚大洋我就拿走了。随后17抱着枪带着背篓飞快地跑出院落，一直跑出夏家村的村口，17才停下脚步。原本今天就是想借个枪，没想到居然还有意外收获。17赶忙将5枚袁大头回收，系统币瞬间飙升到10万多。暴富的17马上开始算货，这一次主要是买肉，除此以外还各买了1万枚鸡蛋和1万枚鸭蛋。恭喜宿主解锁3级商城，获奖技能奖励感知，宿主可以感知以自身为半径10米内的所有事物，今后每消费10万系统币，感知距离半径提升1米。我操，这感知不就相当于修仙者的神识吗？对于以后打猎完全就是神技，而且还可以防止被别人偷袭。系统真是爱死你了。系统并未回应，17也没放在心上，而是查看3级系统都售卖了些什么。一打开清一色的瓜果蔬菜，基本后市售卖的蔬菜水果系统上面都有。合着是先让你吃饱，吃饱后再吃肉，吃完肉再补充点维生素是吧？那4级商城是啥？莫非是精神食粮？17花了10系统币买了1斤葡萄，好久都没尝过水果的味道，必须奖励奖励自己。晚饭过后，17躺在炕上想着商城升级的问题。如今系统商城升到了3级，想要升到下一级就必须花费100万的系统币。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黑市买那些昂贵的古董。黑市目前只在晚上开放，要是半夜偷摸去必定被几个姐姐发现，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拥有一个独立的房间，只有这样才能方便自己后续的所有计划。男人穿越60年代，并且获得神级商城辅助系统，只要获得足够积分，就能在商城刷出各种商品。为了解锁商城更高等级，只能深夜去黑市买古董换取更多积分。但眼下和3个姐姐睡在同一间屋子，想要半夜溜出去必定被发现，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拥有一个独立的房间，只有这样才能方便自己后续的所有计划。第2天一早，还没等家里人出去上工，17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众人。乖孙啊，其实我和你爷爷还有你爸妈之前就有这个想法，但是公社1年下来就只分到10多块，除去家里人的开支，1年也剩不了多少。如今这些年加起来一共也不过才攒了30几块，想要盖房远远不够啊。奶奶，等我打猎赚到钱就自己花钱盖房，而且还能孝敬你2老呢。好，不过你打猎的事情得和你3爷爷说一声，毕竟山上的猎物也是公家的。放心，待会我就去找3爷爷说这件事。你去世后提几斤棒子面，求人办事不能空手。知道了，爷爷。等父母他们吃完饭出去上工后，17带着5斤棒子面来到村长3爷爷家。17啊，你来3奶奶家是有什么事吗？我爷爷奶奶让我带点棒子面来看你们，我顺便找我3爷爷说点事。17有事只管跟3爷爷说，3爷爷能帮的一定帮，下次别带东西过来，谁家现在都不富裕。是这样，我想进山打猎。进山打猎？你才多大也就敢进山打猎？村里20好几的都不敢。你是不是忘记去年6子上山打猎被野猪拱死的事了？再说你进山打猎，我2哥他们能同意？他们同意了。什么？你说我2哥他同意了？什么？你说我2哥他同意了？他舍得让你这个宝贝孙子去打猎？你不会是骗3爷爷我吧？真的，要是不信你待会去问他。就算他们同意，你好端端的进山打猎干啥？随即17将去大姐夫家借枪，以及准备修房子的事说了出来，并且保证只在山外围打，绝不会进山里面。3爷爷听后态度才微微缓和一些。哎，行吧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3爷爷若是不答应，也太没人情味了。那就多谢3爷爷了。对了，3爷爷，要是我运气好，万一打到野猪、熊瞎子的话咋办？如果你打了野猪什么的，就分给村里1半，剩下的1半归你自己。是村里有人闹起来，到时候3爷爷来帮你摆平，怎么样？行，那3爷爷说好了，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。你3爷爷这么大的岁数会跟你说话不算数。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，千万别进山里面，只能在外围打。
知道了，三爷爷。吃过午饭后，17的打猎之旅正式开始了。一开始还只是在山外围寻找猎物，只不过却连只野鸡的影子都没有见到。看样子还是得进深山才行。一直往深山走了10来分钟，17终于通过感知发现了几只野鸡和野兔，没有选择开枪，而是压低脚步，等到达一个特定距离后再猛地呼出，随后将3只野鸡和2只野兔放进空间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股熟悉的臭味传入17的鼻子中，17连忙举起枪，朝着味道的来源一步步逼近。大约走了30多米的距离，就感知到前方8米左右的距离，一群野猪正在水塘边休息。17对准一只300多斤的野猪扣动扳机，子弹精准打在野猪身上。只不过受伤的野猪并没有第一时间躲枪，而是带着其他野猪径直朝17的方向狂奔了过来。17对准一只300多斤的野猪扣动扳机，子弹精准打在野猪身上。只不过受伤的野猪并没有第一时间躲枪，而是带着其他野猪径直朝17的方向狂奔了过来。糟了！17意识到不对后，赶忙跳到附近最左的一棵大树上。不多时，那群野猪就聚集到17所在的大树下。你们这群畜生，莫非还想让你爷爷命不长？剩下的小野猪意识到不对后，拔腿就想跑。17直接从树上跳下来，将其一一活捉，最后一共打死了4只大野猪，活捉了8只小野猪。大丰收！出山后，17见四周没人，把一只200多斤重的野猪从系统空间内取了出来。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实力，17决定还是叫人一起抬回村才更加稳妥。彪子叔，彪子叔，遇到你们太好了。17，你喊我有啥事吗？还有你别着把枪干嘛？彪子叔，我刚才上山打猎，打到头野猪，一个人抬不过来，你们快来帮帮我！你小子搁这逗我们呢？就你这细胳膊细腿也能打到野猪，怕不是只有几斤重的小猪仔吧？真的，我没骗你，你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。看着17说话时一副认真的表情，杨彪也不禁起了怀疑。难不成这小子说的是真的？反正去看看也不耽误什么。君，不过你要是敢骗我，看我不替你爹教训教训你。一行人跟着17来到藏猪的地方，掀开杂草一看，果然是一头野猪，而且还是一头大野猪，看样子起码200斤往上。我去，你小子还真没说谎，这么大的野猪你是怎么打的？彪子叔，现在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，你们找个人去通知我三爷爷，剩下的帮忙把猪抬进村。对，老二你跑回去通知村长，我们几个把猪抬回去。当几人回到大队部的时候，一大群人乌泱泱的已经等候多时了。我二子说这猪是17打的，真的假的？应该是真的吧？打野猪这么大的是没人会撒谎。看不出来，17你小子居然这么厉害，年纪轻轻就打到一头野猪。就在众人商量着怎么分肉的时候，村长三爷爷从人群之中挤了进来。17，你真打着野猪了？自然是真的。随后17将自己击杀野猪而特意编造的谎言说了出来。村长，与其在意这头野猪是怎么来的，还不如想想怎么分来到实在。王赖子说的对，村长还是说说这肉怎么分吧。是啊，村长，早点分完，大家也好早点回去上工。你上工是给我上的，要是不愿等，就给老子滚回去！杨巅峰这么一吼，刚才说话那人立马闭上了嘴。其实杨巅峰此刻也有些为难，毕竟之前说好了17拿一半，村里拿一半。17啊，这头野猪是你打的，你准备怎么分啊？当然是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。之前说好的，村长，17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随即杨巅峰便将上午和17的谈话说了出来。不行，这野猪是属于集体的，凭什么他17就可以拿一半？难不成就凭他是你的亲戚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王赖子，又是你这个家伙！平时上工偷奸耍滑就算了，现在分肉了，你倒是站得比谁都靠前。就按照我和17商量的说法发，他拿一半，村里拿一半。以后谁要是单独猎到野猪什么的，都是这样分。要是谁不服，就去公社告我。杨巅峰这么一吼，刚才还嚷嚷着分肉的人立马不吭声了。杨巅峰当即叫杨彪称重，最后这头野猪重量是237斤。17啊，你看野猪的重量是称出来了，接下来你看怎么个分发？村长，我自然是想要钱，到时候好去买砖还有其他材料。不过另外一半是大家的，不如让大家说说，是想要肉还是要钱？如果要肉的话，现在就分；如果要钱话，就需要村长你开张证明，我卖到城里那些工厂去，到时候有了钱，大家也可以用来买粮食。杨巅峰觉得17说的有道理，于是询问大家的意见。有的人说要肉，有的人说要钱买粮，但终归还是说买粮的声音大。我看还是买粮吧，一顿不吃肉饿不死，还是买粮实在。就这么定了。大壮还有彪子，你们先把野猪拉上板车，记得用草盖一下，到时候和17一起拉到城里。我先去给你们开证明。没多久，村长就拿着证明走了过来。17啊，到时候你们卖了猪，看看能买什么粮食，只要是吃的，村里人都不挑。行，交给我吧。对了，三爷爷，谢谢您刚才帮了我，这只鸡拿着，算是对你的感谢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先不说您是我的长辈，晚辈孝敬长辈是应该的，况且你就忍心我那几个弟弟妹妹瘦成那样子？哎，行吧，那三爷爷先谢谢你了。以前村里也打到过野猪
是卖给城里轧钢厂的，所以17三人也是直接来到了轧钢厂门口。站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来卖肉的。可瑟把你们派来了，你们先等一下，我先去通知采购科的主任，老张你好好接待一下。没多久，就见一名30多岁的男子朝这边走来。同志你们好，我是轧钢厂的采购科主任，我姓孙。你好，孙主任，我们是下面杨家村的，这次来是因为打到一头野猪，想卖给你们工厂，就是不知道你们收不收。收，当然收，只要你们有，我们随时都收。快来人把野猪抬到厨房称重。随后，孙主任又招呼3人先到办公室，等待野猪称重结果。那个小兄弟，你们有村里开的证明吗？毕竟这个规矩。17将3爷爷开的证明递给孙主任查看，在检查无误后，将其还给了17。17将3爷爷开的证明递给孙主任查看，在检查无误后，将其还给了17。主任，重量称出来了，一共是237斤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去给工人们把肉炖了。17小兄弟，你这野猪想卖个什么价格呀？我都行，孙主任您做主就好。爽快！首先，你这个野猪是毛猪，出肉率在75%到80%，我就按照最高80%算，就是190斤。如今肉食紧缺，黑市野猪肉不要票的价格大概是2块3毛左右，就按照2块3这个价格算如何？17点点头，对于这个价格他还是很满意的。190乘2块3就是437块。听到437块，杨大壮和杨彪都差点激动得快要蹦起来。孙主任拿出一沓钱，递到17手上，这是437块，你点点。不用了。我相信孙主任您这么大的官，没必要贪这点小钱。好小子，对我的脾气，既然你这么相信我，那我孙国强自然也不能差点事。这是1点票，就当是我私人送给你的礼物。那就谢谢孙主任了。谢啥谢？要说谢也是应该我谢谢你们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我们厂都快3个月没吃肉了。你们今天送来的这头野猪，算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以后要是还有肉，尽管拿过来，我全都按照市面上最高价收。行，有的话一定给您拉过来。对了，孙主任，我想问您一件事。有什么事只管问，只要我知道，绝对不含糊。我们村打算把卖野猪的钱拿来换粮食，可是我们手上没有这么多粮票，所以你们是想去鸽子市换粮食，对不对？还是孙主任您慧眼如炬，一猜就猜出来了。你们如果去鸽子市买棒子面没有票的话，大概在2毛2一斤，土豆红薯都是在1毛1、1毛2左右。好的，谢谢孙主任告诉我们，等会我们去买的时候心里也算是有了谱。有谱，有个屁的谱！要是待会分钱的时候2人不接，等进了鸽子市就把钱收进空间，再去等让的棒子面出来。之所以现在就问孙国强价格，就是为了让2人知道现在粮食的价格，不给村里人抓到他把柄的机会。壮叔，彪子叔，这次卖了437块，平分下来就是218块5毛，这里是219块，你们数数。这可是村里的钱，容不得2人马虎，足足数了2遍才确定清楚。没错，是219块。大壮叔，彪叔，我看时间马上就到中午了，不如我请你们去国营饭店吃饭吧。恰才孙科长给了我一些票。这不好吧？就是17，你不是要留钱盖房子吗？还是自己把钱存着吧。一顿饭而已，又花不了几个钱，难不成之前花了房子就不盖了？走吧。来到国营饭店，17点了3碗面，1盘红烧肉，1盘麻婆豆腐，1盘炒鸡蛋，把2人吃的美得不行，连盘子都添干净了。17真的太破费了。你们觉得破费？那刚才还吃得这么猛，哪有什么破费的？反正都是孙科长送的票，不用白不用。17的话听着敞亮，但2人都默默在心里给17打上了败家子的标签。对了，大壮叔、彪子叔，你们接下来是准备去买粮食吗？毕竟是村长交代的任务。我知道鸽子市在哪，要不我带你们去吧。17你知道，群你带我们去。不多时，几人便来到鸽子市前，听到进去就要给钱，2人都有些犹豫。17掏出1分钱交给看门的，然后回头看向2人。大壮叔、彪子叔，你们不进来吗？那个我们就不进来了，要不17你先去问，等找到卖家以后再告诉我们说。17进入鸽子市后，直朝吴老二所在的位置走去。杨老弟，好一阵没看到你了，怎么的？这是又有什么好东西要卖给鸽子吗？好东西多的是，就怕你收不完。不过前提你得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你先说说。17凑到吴老二耳边，轻声嘀咕了几句。就这事，放心交给我了。此刻的杨大壮和杨彪正在外面焦急的等待。吴老二直接走上前，你们是17的朋友，来买粮食的吧？没错，走吧，跟我来，我已经派人去搬粮食了。2人就这样跟着吴老二朝着树林走去。不过为了防止万一，杨大壮死死握着装钱的口袋，要是出现什么特殊情况，他马上拔腿就跑。事先说好，我现在手里只有棒子面，现在鸽子市的价格是2毛2一斤，你们要多少？先看到粮食再说。对，看到粮食再说，行吧？见到17后，2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也不知道为啥他们会对一个小孩安心。你们终于来了，他们已经把货搬出来了，我数了一下，一共10袋，每袋100斤。
时代每袋100斤就是1000斤，1斤2毛2就是220。可是我们身上只有219，还差1块。大壮说：“不如这样，这1块钱我来出，不过我出的这部分你得换成等量的粮食交给我奶奶他们。”行，没问题。吴老二接过钱之后，开始认真的清点起来。没错，的确是220块，这批粮食你们可以拉走了。说完，吴老二就头也不回的离开。大壮说：“彪子说，既然粮食到手了，你们就赶快回村吧。”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？我暂时还不打算回去，我准备待会去砖厂问问砖的价格，算算我还差多少。君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你自己注意一点。等两人彻底离开感知范围后，17才返回鸽子室。杨老弟，事情处理好了。处理好了。随后，吴老二直接将刚才的220块钱塞到17手中，17看都没看，就直接揣进兜里。不点点，就不怕我少拿给你几块？你都愿意帮我忙了，你拿点报酬不是应该的吗？还是说你没拿？早知道你这样说，我就拿几块了。亏了。把你手上的票算算多少钱，算好之后我带你去拿肉。所有票加起来就算你145块吧。好，带上票跟我走。两人重新回到刚才那个树林，17让吴老二先在这里等一会儿，自己去通知同伴把肉搬过来。感觉时间差不多了，17直接从系统空间取出200斤猪肉。吴哥，可以过来了。我靠，兄弟，你这猪咋这么白呀？这是老鹰那边的猪，现在还没有完全推广，虽然味道比不上本土猪，但是绝对要比野猪好。那我待会可得搞点尝尝。对了，你这猪多重？正好200斤。行，你说200斤就200斤，哥哥相信你。现在市面上不要票的话，野猪肉在2块3左右，你这已经清理好了，而且还是新品种。这样我每斤给你2块5，怎么样？成交。吴哥，你知道哪有卖枪的吗？我倒是认识卖枪的。这样你等我把东西先搬回去，待会再带你过去。行，那就麻烦吴哥了。没多久，吴老二就带着他来到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前。一进院子，17能清楚地感觉到对方身上带着一股杀气和阴气。通过五感和感知可以推断出，这个人大概率是从战场上下来的。老二，你旁边这位小家伙是？这是我给你介绍的顾客杨17，杨小兄弟。这是我叫张强，你买枪是准备干嘛？打猎。听到17说买枪准备打猎，男子也没说什么，于是将两人带到了另一个房间。17顿时被眼前的场景给震惊到，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军火库。小兄弟想要什么枪？我想要一把自动步枪和一把手枪。这是56式自动步枪，使用的是7.62乘39毫米步枪弹，230块，送一个弹匣和30发子弹。可以，麻烦你再帮我挑一把手枪。这是54式手枪，使用7.62毫米的子弹，120块，送弹匣和10发子弹。行，就这2把。看着17答应的如此痛快，张强不由得看向吴老二，见吴老二点头，张强才放下心来。一共是350块，看你是老二带来的人，我每样再多给你10发子弹。两人经过一番商议，最终以50斤猪肉、400斤棒子面和50斤细粮达成交易。17说自己出去叫人搬粮食，等会就回来。这小子你是从哪认识的？随即吴老二将和17认识的过程说了出来。听完吴老二的讲述，张强陷入了沉思。这个人不简单，不简单，你指的是？没有，他的眼神很清澈，不像杀过人的样子。我指的是他给我的感觉很强，如果单打独斗的话，我或许不是他的对手。你不是他的对手？不可能吧？他才多大呀？充其量也就是我。你如今30出头，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，而且还是从战场上下来的。你确定没开玩笑？当然，我的感觉一向很准，就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判断，所以才能从战场上顺利活下来。徒手或许我不是他的对手，但是用枪的话，我能秒杀他。都在这里了，你要不要点一下？不用，我相信老二，都在这里面，还有先前说好的子弹。谢了，既然交易完成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可就当17转身后没多久，只感觉有镜头的拳头朝自己脑袋袭。既然交易完成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可就当17转身后没多久，只感觉有镜头的拳头朝自己脑袋袭。17立刻转身抓住打过来的拳头。你们想干嘛？黑吃黑？杨老弟，误会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哪样？如果你们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杨老弟，你有所不知，我这个兄弟是从战场上下来的，他平时就喜欢跟身手好的人过招。之前你出来搬东西的时候，他就说感觉你的身手特别好，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，绝对不是故意的。我代他给你说声对不起，下不为例。说完，17便缓步离开，但同时一直用感知观察着两人的一举。随后，17先去供销社进行了一批大采购，这次还买了一辆自行车，然后朝着城郊外的砖厂西去。同志，买什么砖？红砖还是青砖？红砖多少钱？青砖多少钱？红砖的话2分钱1块，青砖的话6分钱1块。你要买哪种？青砖。行，不过事先说好，我们砖厂有规定，5000块起卖。你要买多少？这个17还没具体想过，主要他对于建筑方面的事情一窍不通，也没想过建一间多大的房子。
又需要多少砖？是不是还没想好建多大的房子？没事，恰好我现在不忙，你可以说一下你准备建多大的房子，我帮你大致算一下需要多少砖。17想了一下，说自己打算建一间长宽高都是3米的房间。男子拿出一张纸开始算钱，根据青砖的体积，最后算出大概需要6900多块。不过考虑到一些磨损，男子建议17最好购买7000块。了解大致需要多少钱后，17说自己身上的钱暂时不够，等过段时间再来，便离开砖厂准备回家。爷爷奶奶、爸妈，我回来了。我的乖孙孙，今天还顺利吧？我听大壮他们说你去砖厂了，怎么样？身上的钱够吗？不够的话，奶奶这里还有。没事，奶奶，你手里的钱你留着自己用，盖房子的钱我自己会账。对了，奶奶，今天大壮叔他们买粮食差1块，找我借的，他们有没有把粮食拿过来？对了，奶奶，今天大壮叔他们买粮食差1块，找我借的，他们有没有把粮食拿过来？过倒是过来了，只不过你三爷爷说干脆把粮食就放在大食堂，到时候大家一起吃。好吧，就听三爷爷的。奶奶，我看家里的粮食还有，所以这次就没买粮食，于是买了几瓶酒和几包桃酥，还有这只小野猪。小野猪？这小野猪哪来的？今天我上山不仅打死了1头野猪和1只野鸡，还有1头小野猪，只不过我当时把它藏在树上。哎呦，我乖孙真聪明，要是拿出来，又得分给那群不知好坏的家伙。奶奶，今晚就把这头小野猪做了吧，到时候给爷爷爸爸、小叔他们拿来下酒，大家也吃顿好的。行，居然我大孙都发话了，奶奶马上就去做。在家休息了几天之后，17则是再次来到49城轧钢厂，他这次打算将空间里2头大野猪全都召集。小兄弟，你不是之前送野猪肉的吗？这次……没错，我这次也是来送野猪的。说着，17顺便拿出1包烟递给男子。小兄弟大气，之前只是见过一面，还没有正式介绍。我是轧钢厂保卫科科长李宁，还不知道小兄弟你叫什么？李哥，我叫杨17。原来是杨小兄弟，杨小兄弟你先等着，我现在就去通知孙主任下来。不多时，孙主任就面带笑容地走了出来。杨小兄弟，听说你又逮到野猪了？运气好，逮到2只。2只在哪呢？我放在一个朋友家里，您这边看能不能借辆3轮车给我去拉过来。行，不就一辆3轮车吧，借你了，需不需要帮忙什么的？不需要，我和我朋友2个人就行。那好吧。说完便吩咐李宁去骑一辆3轮车出来。李宁闻言也是立刻朝场内走。涉及到吃肉，不积极一点怎么行？杨小兄弟，车子就借给你了，你可要早去早回呀。放心，马上就回来。看孙国强的样子，好似生怕17把车骑走不还一样。不过也不怪他这么小心谨慎，毕竟如今一辆自行车跟后世的法拉利骑出去回头率拉满，更不要说一辆3轮车了。17在一个偏僻的位置停下，稍微歇息了一段时间后，把2只野猪放到了车上，然后骑回轧钢厂。令17没有想到的是，孙国强居然一直在门口等待。当他看到17的时候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哎呦，杨老弟累不累呀？呵呵，不累。小李，快把猪送到食堂。杨老弟先跟我进办公室。17再次来到办公室，这次孙国强用来招待他的是自己珍藏多年的玉头猪。没多久，猪的重量称好了，2头加起来一共是602斤。杨老弟，我们还是按照80%的猪肉率。现在猪肉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，已经涨到了2块5毛，我们就按照这个价格算怎么样？可以，都听孙主任的。呵呵，还是杨老弟痛快。602斤乘以80%。就是481.6斤，我们直接按482斤算，2块5一斤就是1205。你数数看有没有这么多？数就没必要了，我还能信不过孙主任你吗？不过孙主任，我想从你手上换点票，可以吗？这算什么？你要什么票？您这里都有什么票？我不挑。你小子，行，我把票都摆出来，你看看你需要什么。孙国强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票出来，数量比吴老二那里还多，种类也更加齐全。孙主任，我也懒得挑，您干脆全都给我吧。行吧，不过你以后有了什么好东西，可一定要记得送过来。这您放心，我忘记谁也不能忘了孙主任你呀。你小子会累事，那这些票就算你100块吧，你觉得怎么样？17知道这里的票远不止100块，因为里面不仅有1张自行车票，还有1张收音机票，这2张票加起来就已经超过100块了。这怎么行？不如这样，这里的票算205，我拿剩下的1000，您看行吗？呵呵，你小子居然有便宜都不占。行，那我来占这个便宜。杨老弟，哥哥有些事想跟你说。孙主任，您有什么事直说就是。那好，哥哥就不客气了。我也看出来你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就是想问问你手里还有没有其他东西。其他东西？您指的是？不瞒你说，这不明天上面的领导要下来视察，我原本正愁没啥好东西招待领导，结果你就给我送了2头野猪来，但是光有猪肉也不够啊，所以您想问我有没有其他东西？要不说林老弟聪明了，这样只要你能帮老哥搞到3种肉，到时候老哥安排你来轧钢厂上班如何？
什么工作？我看你经常能搞到吃的，到时候就安排你做个采购员如何？只要你能完成我交代的任务，我直接把你提到8级采购员，1个月35块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没问题。那好，明天中午之前你帮我搞3种肉，要是任务没完成的话。后面的话孙爱国没说，但是17知道其中的意思，就说明我和工作无缘。放心吧，孙主任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那就交给你了。为了方便你收货，厂子的自行车你可以先骑，不过明天必须骑回来。那就多谢孙主任了。17骑着回到村子后，村子里的人见状都不停询问自行车哪来的。17也是没有藏着掖着，将今天的事告诉了诸位村民。当然，其中某些部分被17稍微修改了一下。诸位听我说，我以后就是轧钢厂的采购员，大家要是有什么要卖的，可以交给我，我一定给大家一个最高的价格。真的太好了，那就先谢谢17了。要不说17能去城里上班呢，就这格局，其他人还真比不了。大家先别急着说，我还有一件事要讲。什么事啊？就是我之前不是因为想盖房子，所以才去打猎的吗？如今我身上的钱已经够了，等盖房子的时候，希望有空的能过来帮忙，不仅管饭，每天还有5毛钱的工钱。17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不仅管饭，还有5毛钱的工钱？自然是真的。管饭就行了，钱就不用了。就是，要是能吃上2盒面馒头，钱什么的都是小事。大家放心，我既然说发工资，就一定会发，不过等到我和村长说一声才行。放心吧，17，等村长那边确定后，我们都来帮忙，保证帮你把房子砌得漂漂亮亮的。那我就先谢谢大家了。回到家后，17先是将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家里人，随后又将准备建房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家里人听到17居然把建房的钱凑齐，纷纷都露出一种不可置信的眼神。大孙子，你最近这是咋了？咋变得这么有本事？奶奶，我变得有本事难道不好吗？以后您就准备好好享大孙子的福就行了。好，那我以后就准备享我大孙子的福喽。众人听后也是纷纷为17感到高兴，而一旁的杨立东则是摆出一副思索的表情。自从上次山神那次事件以后，17就好像变了一个人，难不成是山神附了他的身？次日一早，17骑着自行车朝4级城赶去。他昨晚想了一下，既然孙国强需要东西来招待领导，不如就多帮他一下。除了野鸡野兔以外，17还打算给他一些从系统那里购买的鸡肉、鸭肉、鱼肉以及水果之类的东西。这年头水果可比肉金贵得多，只能靠关系才能搞定，也算是帮孙国强在领导面前尝尝面子。当东西送到孙国强手中时，把他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孙国强急忙询问17是哪搞来的水果，17于是撒谎说是自己爷爷一个战友送的。爷爷听说孙主任能帮17搞来工作，于是就大方贡献了出来。孙国强大手一挥，直接给了17 200块钱和工作证明，只需要拿回村里盖个章，再把2本补一下就可以正式上岗。采购员的工作时间自由，只需要完成采购量就行，其他的时间即便不去厂里也没有任何关系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17会时不时上山打猎，这几次打猎运气很好，不仅打到了好几头野猪和野山羊，还发现了一株20年份的野山参，而且系统可以回收，只不过回收价只有4000系统。看来还是得搞古董来钱快，要找个时间去黑市一趟。就在新房建好的第2天晚上，17悄悄地离开了院子，不到1个小时就来到了城西的黑市，里面的东西比鸽子市多得多，除了售卖粮食、粮票和肉类的以外，连枪和金条都有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一道熟悉的身影，这不是当初想抢自己的其中一个吗？看他的样子，好像是黑市盯梢。那名男子也感觉到有人在看着他，同样朝着17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只不过看着17的身形，让他感觉莫名熟悉。老三，你不好好盯梢，呆愣着干嘛呢？没干啥，二哥，就是感觉之前走过去那个男的有些眼熟。这黑是每天人来人往的，肯定有些人经常来，遇到几个眼熟的也正常。好像也对。先不说了，今晚有没有遇到什么大鱼？暂时还没有。没有就留在这里继续守着，我去鬼街那边看看能不能钓到条大鱼出来。此时的17也在鬼街发现好几个价值100万的鱼。你这块和田玉怎么了？这是汉代和田玉雕刻的龙凤纹玉佩，30斤猪肉或者80斤细粮。可以，不过我现在身上没有这么多，能不能拿出去交易？摊主点了点头，随后17又挑了几件出来，加起来一共5样，总价值在850万系统币左右。小家伙，眼神不赖呀。还行，我对这方面稍微有些研究。何止是有些研究，你的眼光可是比很多老头子都要毒。你若是生在我那个年代，咱俩没准还能成为朋友呢。您这不是还没入土吗？我俩现在成为朋友也不晚啊。你这小子说啥呢？我活得好好的入啥土？老头子，我如今都70多了，无论是按照岁数还是辈分，你都得管我叫一声爷爷。你若是真叫我一声爷爷，兴许还能给你算便宜点。爷爷，孙子看上了您这些东西，要不您干脆送给我得了。大柱，你小子别乱叫，我可没你这个孙子。那我叫你傻，总不能叫摆摊的老头吧？这一代都管我叫那爷，我的名字告诉你了。你小子呢？我叫厉飞宇。厉小子，你准备拿下我这些宝贝，可是要不少粮食，你有这么多吗？莫不是拿老头我逗闷子呢？
怎么会？我是真心想收这些宝贝。行，那我就把摊子收了，你待会跟我走，我们换个地方交易。不过你小子要是真敢诓我，别看你那爷年纪大，但那爷我也略懂一些拳脚。放心，绝对不诓你。你先收着，我还有点东西要买，待会再过来。行，你可给我动作麻利点。17打算回去将那几根金条收了，毕竟加起来也有好几百万系。可是刚走没几步，就发现有人跟着自己。他用感知一查，发现居然是之前抢劫他的3人之一。17赶忙将系统空间的手枪取出来，万一对方动手，自己也能有所准备。上次好心放过你们，你们居然还敢打自己的主意，这次可就别怪我了。随后花了30斤肉和30斤棒子，将3根价值360万系统币的金条弄到了手，转头回去与那爷会合。那爷察觉出17回来后表情有些不对。你是不是遇着事了？没有啊，你骗别人还行，骗那爷我还嫩了点。说吧，遇到什么事？那爷我在附近还是有些威望的，没准还能帮你摆平。都说了没啥事，我们还是赶快交易吧。那爷见17不领情，也懒得多问，便带着他朝着自己的屋子走去。当17进屋后，瞬间被房间内的东西给惊到。那爷的房间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宝贝。怎么样？我这屋里的东西那行吧？这些宝贝可是那爷我收集了一辈子的玩意，要不是生活所迫，我才不忍心换呢。是，不过那爷这么多好东西，要不你让小子再挑几件？您放心，我绝对不还价。行吧，就让你小子挑2件，不过只能挑2件。那小子不客气了。17指向一个一旁的2样古董，一个是季蓝釉白龙纹梅瓶，价值40亿系统币，另一个是唐银的庐山关库土，价值36亿系统币。那我就要这2个吧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为啥呀？不是你说的让我挑2件，我也没多挑啊。小子，你的眼睛比我想的还要毒啊！这2件东西那爷我平时都舍不得碰，你一开口就要2样都要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那爷您这说话不算数啊！这2件真不行，还有这件，还有那几件也不行，其他的你随便挑。要是我再反悔，我就是你孙子。最后17挑选了2件价值5亿系统币的古董。那爷见状显得十分肉疼，但刚才的话已经放出去了，再收回来他还要不要脸了？不过那爷为了让17知难而退，最后说每一件必须要1000斤细粮。可万万没想到17居然一口答应。按照先前说好的，这里一共有100斤猪肉和2200斤面粉，你点点看。见17居然真的拿出这么多粮食，那爷被气得脸色通红。那爷，您没事吧？孙子，拿着你的东西给爷爷滚！被那爷赶出院子的17一脸懵逼。交易的好好的，这老头咋说变脸就变脸呢？真是搞不懂。算了，不管了，还是看看今晚的收获吧。17将背篓里的东西通通回收，瞬间商城的系统币达到了11亿2500多万。兄弟也是好起来了，不过现在还不是消费的时候。17必须要赶在天亮之前回家。可刚骑出小巷没多久，6个男子突然冒了出来，将17给拦住，而其中3名男子赫然便是之前抢劫不成反被抢的3人。老大，就是这小子，是他呀。老三，你认识他？他就是之前在黑市我说的那个感觉很熟悉的人。管你们熟不熟，小子，今天被我遇到算你倒霉，赶紧把身上的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老子交出来，否则我今天只能让你躺着出去。呵呵，是吗？早在6人出现的时候，17就是用感知去探查他们身上有没有带枪，而刚才说话非常嚣张的那个腰间就别着一把枪，所以想要安全离开，就得优先解决他。听你的语气，貌似有些不服。的确不服，因为什么？17直接掏出手枪，一发子弹正中该男子的体型，其余5人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等他们察觉过后，都采取了不同的动作。你敢杀我们兄弟，找死！2名男子持匕首朝17急速攻击，可是刚他出没几步，17又是横空战术。另外抢劫的3人见情况不对，哪还管得了其他，赶忙转身准备逃跑，可看见了自己杀人，17又打出轻易离开，又是3枪两断将3人送上西天。来不及逗留，17担心刚才的枪声会引来附近巡逻的公安和黑市的人，赶忙将6具尸体收入空间，使出吃奶的劲骑车离开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17就待在村里哪都没去，白天就去山上跑步，多补充一些自己的资源，顺便将6具尸体丢在了一个野兽喜欢出没的位置，让他们帮忙毁尸灭迹。在村里待了1个多星期，一切都相安无事。17感觉是时候去一趟城里了。小杨，好长一段时间没见你，这是跑哪去了？我能跑哪去？肯定是去收物资了。怎么样，收到没？肯定收到了，不然我来干嘛？林哥先不跟你唠了，我去骑3轮车，东西马上就送过来。17来到一个偏僻的位置，然后将1只野猪和1头野山羊放到了车上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厂的17吗？怎么想起来厂里看看了？孙主任，我这不是忙着收物资完成任务吗？要是你再不来，我都担心你小子跑路了。你说你收物资就收物资，没事了厂里转转也好啊。其他采购员见你这么长时间不来，都开始有情绪了。他们说啥了？有我在，他们能说啥？我叫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好，别老是盯着别人。不过你小子以后最好还是每个星期来一趟，不然上面的人知道了，肯定会找你我谈话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
主任，有个事想麻烦您一下。有事你就直接说，跟我还磨磨唧唧的。您知不知道有谁要买工作指标？最好是适合女孩的。你要买工作指标？随即，17便将家里的情况给孙国强简单说了一下。行，我会帮你留意的。不过我懂，下次来绝对给您带好东西。离开轧钢厂后，17朝着鸽子市走去，准备换一些票，再从张强那里多买点子弹。吴老哥，你跟个怨妇一样站着干嘛？说啥呢？我纯叶问，啥怨妇不怨妇的？这不是最近生意不好吗？都没多少人来换票。把你的票拿出来吧，我全要了。全要了？真的假的？我还是以为……你是不是以为上次的事惹我不高兴了？我以后不会在你这里换票了。呵呵，是有这个想法，不过我那兄弟就是这个性格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。要是放在心上，今天就不回来了。再说，哥们是那种小气的人吗？说的也是，杨小兄弟每次来都把我的票包圆，肯定不是小气的人。交易完后，吴老二又将他带到张强的小院来买子弹。张强看了一眼吴老二，只是当目光看向17的时候，突然愣了一下，不过很快就恢复过来。先进来吧。张强让吴老二先在院子里等一会儿，自己则是带着17来到之前存放枪支的房间。你杀人了吧？17闻言心中警铃大作，整个人摆出一种防御的姿势，只要张强有任何动作，自己下一秒就会掏出匕首划破他的头颅。看来我猜对了，不过你先别紧张，我不会对你做什么。你怎么知道我杀人了？没杀过人的眼神都比较清澈，而那些杀过人的眼神中都带着戾气和漠视。自从刚才看见你的第一眼，我就感觉你眼神中透出的戾气和漠视。万一你猜错了呢？我看人一向很准，就像上次我试你身手一样，证明我的感觉没错。我再大胆猜测一下，你杀的人应该是和黑市失踪的6人有关的。你想怎么样？放宽心，我不会把你怎么样。说起来，我还应该感谢你。原来张强以前带着几个同伙，老老实实在黑市做生意。可后来黑市的负责人许荣见他们生意不好，于是就起了歹意，不仅钱和粮被抢了，当时一起的兄弟全都受了重伤，就连张强也没能幸免。你猜对了，因为他们要抢我的东西，如果我不杀他们的话，他们就要杀我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有啥迫不得已的？像那种杂碎杀了就杀了，而且杀得好。杨兄弟，我能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当然你不回答也没事。什么问题？就是这群人的尸体你是怎么处理？这还不简单，把人装上板车，上面用杂草盖着，趁着天黑送到山上喂野兽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公安到现在都找不到那几人的尸体。杨兄弟，敢不敢和我干票大的？事成之后我们7-3分。杨兄弟，敢不敢干票大的？大的？什么大的？许龙在城外有一个仓库，里面有许龙抢劫来的粮食、钱票和金条、古董什么的。我对金条、古董不感兴趣，所有金条、古董我都不要，只要粮食和钱票。粮食和钱票到时候我们7-3分。17对钱票不感兴趣，但是听到古董金条，眼神猛然亮了起来。那个，我考虑一下吧。行，等你考虑好了，过来跟我说一声。最后17步枪子弹买了400发，手枪子弹200发，还要了100发猎枪子弹。等交易后完成之后，17便朝着那爷的住处走去。你小子怎么又来了？那爷，你这是干啥呀？我是来给你送粮食的。你给那爷我快滚！我现在粮食够吃，这段时间不想见到你，等我粮食吃完了再来。那爷，反正都要吃，多囤点又如何？我还惦记着您上次的那2个宝贝呢。你小子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！你现在立刻马上在我眼前消失，不然让你尝尝那爷的闪电5连鞭。17无奈只能打道回府，当然回去之前到供销社扫荡一波是必不可少的。小杨又来大采购了，没办法，村里人嫌进城浪费时间，只有让我帮忙代买了。检测到1960年飞天茅台30万系统币每瓶，是否回收？检测到1960年飞天茅台30万系统币每瓶，是否回收？茅台也可以回收。秦姐，那一箱子是茅台吗？怎么之前没见着？因为茅台太贵了，平时没啥人不好卖，也只会偶尔送一箱子来。那这箱茅台能卖给我吗？你确定要买？一瓶茅台可是要2块9毛7，还需要甲级酒票呢。17当即掏12张甲级酒票和35块6毛4放在柜台上。对了，秦姐，问你个事。啥事？难不成是还有什么东西没买？没有，都买齐了，只是想问你们供销社还有没有工作岗位？你现在不是轧钢厂的采购员吗？怎么是嫌采购员太累，盯上了我们这8大员的岗位？不是我自己，是我四姐，她是初中文凭，售货员这个岗位完全可以轻松驾驭。原来是这样，不过你也应该也知道，售货员的工作岗位一直很紧俏，一有工作指标放出来的消息，立马就会有人补上来。17佯装将手伸进背篓，实则是从空间取出1块1斤重的猪肉递到张玉琴面前。秦姐，这几次来买东西，一直都是麻烦你，弟弟实在过意不去，这块肉就当是我的谢礼。这怎么行？姐姐怎么能白拿你的肉？不如这样，姐姐拿其他东西和你换怎么样？不用了，只是1块肉而已。再说我们采购员还差这点油水，秦姐你快拿着，要是待会让别人看见就不好了。弟
弟弟这份情，姐姐记下了。你放心，我下班就去问主任，一旦有工作指标放出来，我立马通知你。不过要是没有，你可不能怪姐姐我。这是自然，要是事情成了，弟弟肯定不会少了姐姐的好处。回到家后，17已经累计购买了价值100万系统币的商品，终于可以解锁4级商场了。恭喜宿主解锁4级商场，获得技能奖励，过目不忘。一瞬间，17只感觉自己的头脑变得无比清晰起来。技能是好技能，但是感觉对自己目前来说有些鸡肋，毕竟现在全国都吃不饱，学校基本上都是停课状态，也没多少用武之地啊。转眼又过了2天，17想着是该去厂里一趟，毕竟之前可是答应了孙国强，每隔一段时间到厂里一趟。当17骑着自行车来到厂里的时候，发现门口站着许多人。张叔，这是咋了？怎么今天厂里面来这么多人？是小杨啊，今晚厂里组织放电影，可以带家属一起来。对了，小杨，好几天没见着你了，是不是又搞到什么好东西呢？哎，现在物资不好收啊，我最近联系了附近几个村，收了一批鸡蛋鸭蛋，等过段时间一起运来。那我可就等着你的鸡蛋鸭蛋了。行，那张叔你忙，我就先进去找孙主任了。17来到孙国强的办公室外，发现房门是虚掩着的，而且里面还传出2人交谈的声音。17并没有敲门打扰，正当他打算等会再来的时候，房间里却传出一道严厉的声音：“外面是什么人？”见对方发现了自己，17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了进去。你是谁？杨厂长，这位是咱们厂新招的采购员，上次接待领导的小食堂，以及前段时间搞来的猪肉和羊肉，都是他搞来的。17，这位就是咱们厂的杨厂长。杨厂长好，是小杨同志啊。小杨同志你好。小杨，你这次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原本17是问工作的事情的，但是碍于杨厂长在这里，只能换个话题。是这样，我这段时间不是下乡采购吗？准备从附近的村民手中收一批鸡蛋鸭蛋，但是价格方面有些拿不准，所以想来问问您。村民这边出的价格是多少？鸡蛋1毛钱一枚，鸭蛋1毛2分钱一枚。这个价格很合理呀。小杨，你放心收，如果是因为钱的问题，我现在就可以让孙主任批给你。杨厂长，这倒不用，我都和村民都说好了，可以先把东西拉过来后再付钱。小杨同志果然靠谱，我们厂就需要你这样工作能力强的好同志啊。3人又聊了几句，杨厂长便准备离开，在离开之前还不忘给17画了几张大饼。等杨厂长离开以后，孙国强严肃的神情立马垂了下来。